等海童做好了早餐，战印还没有出来。他进房里看着床上的男人好一会儿，然后伸手到他的鼻孔那里探了一下，再摸摸他的额，还活着，也没有发烧。该不会是今天早上才回来的吧？咋那么能睡啊？海童嘀嘀咕咕的，但没有推醒战印，而是开始收拾夫妻俩的衣物，等他醒来用过早餐，他们就可以出发了。海玲打电话来了，姐，你和战印出发了吗？还没有呢，他还在睡呢。等他醒来吃过了早餐再出发。姐，怎么了？海玲说道，那你在家里等等我，我现在就过去。给你们夫妻俩准备了红包的，忘记拿给你们了。姐，不用了，外面下着雨，又吹风，冷得要命，你没有车。梁姨又不在，带着洋洋出门，会把洋洋冻着的。你真要给的话，等大年初一那天，我和战印给你打电话拜年时，你再给我们俩发个红包，意思意思就行。管城的过年红包是讲个好意头的，并不在乎金额多少，普遍都是10元、20元一个红包，就最亲近的才包个100-200块钱。不仅仅是管城，是整个省都差不多吧，红包金额最少，在全国那是出了名的。海玲想了想，说道，那也行。姐，你真不跟我们一起？不了，姐和洋洋一起过就行，现在不用给一大家子做饭，伺候他们一大家子，趁着我的早餐店还没有开张，我带着洋洋在管城好好的玩一玩。自从嫁给周红林后，她就已经很久没有出门游玩过了，每天都是围着丈夫儿子打转，逢年过节跟着丈夫回老家，还要伺候一大家子的每日三餐。特别往年过年时啊，在周红林的老家过年，亲朋戚友来拜年，坐满一屋子的人，却只有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。有时候洋洋哭闹，她还得背着洋洋为大家准备饭菜。忙活完后，人家也不等她上桌就开吃了，因为她忙完后还得先喂饱洋洋，等她喂饱洋洋了，餐桌上往往只剩下一点青菜。想起那3年多的婚姻生活，海玲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忍过来的。离婚后，海玲才觉得自己以前好傻，因为爱着周红林，心甘情愿的付出，却付之东流。也可以啊，不过最近都下雨，持续降温，你带着洋洋出门时，多穿点，我把车子留给你用，等会儿我们出发时就把车钥匙给你送过去。海玲没有拒绝，她又叮嘱了妹妹几句才结束通话。彤彤，你跟谁通电话？战印悠悠醒转，恰好看到海童把手机塞回外套的衣袋里，本能地问了句。海童扭头看他2眼，醒了，昨晚去哪里做贼？天亮才回来吧？睡得那么沉啊，以往这个点你早就上班去了。刚刚我姐打电话来，她说给我们准备的过年红包，忘记拿给我们了，打算送过来。外面下着雨，又冷，我叫她别过来了。小夫妻俩呢，不缺钱，只是一些习俗是这样的。我昨晚哪里也没有去，陪着你一起梦周公，可能是天气冷，被窝太暖，加上放年假了，整个人的神经都放松，就忍不住睡了懒觉。战印下床，走到海童的身后，自背后搂抱着他，东西都收拾好了。我的衣物不用带，那是我的家，也有我的换洗衣服，你多带2套。对哦，我还帮你收拾了好几套换洗的衣服，太占地方了。海童就马上就把他的衣服从行李箱里拿出来，去洗脸了，早餐已经做好，你洗刷后，我们吃了早餐就可以出发了。你说有点远啊，咱们要早点出发。给我一个吻。干嘛要我给你一个吻？不能你给我一个吻吗？战一笑把他的身子转过来，就要低头亲上他的红唇，他的玉手却捂住了他的嘴。洗刷后再亲我吧。海童说着推开了他，转身把行李箱的拉链拉上。他被老婆嫌弃了。洗脸的时候记得把胡渣刮一刮，免得扎人。海童拉着行李箱出了房间，然后又浇了浇花，再伺候了3只宠物。3只宠物等会儿也得送到姐姐那边去，让姐姐帮她照看一段时间。
老婆，我来了。战印洗刷过后，也把胡渣刮得干干净净的，从房里出来，叫喊着爱妻，快来让我亲一下。海童从厨房里把做好的早餐端出来。战印近前，他把装着2只大鸡腿的碟子递给战印。战印本能地接过，然后飞快地凑到他的脸上亲了亲，才心满意足地跟着他走到餐桌前。今天怎么会有2只鸡腿的？海童边坐下边笑道：我昨晚梦到有人请我吃饭，那饭菜也很美味，我吃了1个晚上，吃到最后还余下2只大鸡腿没有吃，便想着给你打包回来，结果怎么都拿不起2个鸡腿。醒来才知道是梦，不过还是想给你2只鸡腿吃。真的是个吃货，做梦都想着吃。我喜欢吃鸡翅，给我自己整了2只鸡翅。老公，能帮我拿一次性的手套吗？戴着手套吃鸡翅，不会把我的手弄脏。战印笑：你老公我最乐意为你服务的了。他去给他拿来了一次性的手套。昨晚到底去做什么了？我第一次做梦是做的噩梦，噩梦醒来后没看到你在，就知道你是出去了。战印，你做了什么噩梦呀？也没做什么，是苏总约我出去喝2杯，我怕你会说我老喝酒，所以不敢让你知道。你喝了酒吗？闻不到酒味了。我梦到我们俩举行婚礼，结果小飞突然跑出来跟我说你是个大骗子，叫我不要嫁给你，叫我离开你，说你对我从来没有真心，都是在欺骗我，我不就被吓醒了吗？战印手里的鸡腿差点掉了。还好他稳得住，才没有掉鸡腿。我想你昨晚那样骗我，我才会做那样的噩梦吧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嘛。海童拿着鸡翅吃，边吃就边说道：我有一件事没有告诉你，你就说我不把你当成家人，冲我发脾气，跟我闹，看看你，苏总约你出去喝酒，哎，你都要瞒着我，害我做了那个噩梦。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：是我的错，下次苏总再约我出去，我带着你一起，你帮我拒了酒，那他们就不好说什么了，那会让他们觉得你是个妻管严。妻管严就妻管严呗，他们还是单身狗，想当个妻管严都当不了。海童被他的话逗笑，只要他不做伤及健康的事情，他也懒得管的。吃饱喝足后，海童再检查一次要带的东西，是否带上了，确定没有遗漏，夫妻俩才出门。先把3只宠物以及车钥匙给海玲送去。海玲在夫妻俩来了后，总算把他给小夫妻俩准备的红包送出。战印开着车载着老婆大人回他们战家老宅过年。早已知道战家老宅是老祖宗留下来的，古风味很浓烈。真正见到战家老宅后，海童都惊呆了，那简直就是古代的大户人家的标准呀，就没有高楼大厦，全都是古色古香的建筑物。大宅的围墙也很高，到处都装着监控，安全系统级别挺高的。大宅里亭台楼阁，曲径回廊，假山池水。走进他们家老宅，如同穿越时空回到了古代一样。战印，你要是生在那个年代，妥妥的少爷啊。战印陪着海童在自家老宅闲逛，熟悉这环境。听了他的话，他笑道：我可不想生在那个年代，遇不到你。他现在也是个妥妥的少爷，就为了配合战印，战家所有人都是提前进回老宅的。佣人们要么放了假，要么留在悠悠山庄，没有佣人伺候，任何事情都要战印和弟弟们亲自动手。海童笑：也亏得你们有出息，能赚到钱，年年对宅子进行修缮，否则年代这么久远，早就倒塌了。要是倒塌就太可惜了。你喜欢这里吗？当然喜欢啦。战印与他十指紧扣，漫步于回廊下，等咱们老了，我们就回这里养老。悠悠山庄也很美，但底蕴不如这处老宅。用海童的话说，走进这里就如同穿越时空回到了古代一样。风景好，安静，是很适合养老的。海童笑：好啊。战印偏头低手亲了亲他。他喜欢这种岁月静好的感觉。过年期间，
战家的老宅每一个角落里都留下了小夫妻甜蜜的痕迹。战印的弟弟们被小夫妻俩的恩爱刺激到，年一过就赶紧回市区，免得天天被喂一肚子的狗粮。老太太还想着有小夫妻秀恩爱，能刺激到其他孙子想结婚呢。谁知道他们来个溜之大吉，让老太太叹着气对海童说道：童童，你如今是一陈他们的长嫂，都说长嫂如母，你在外面要是认识好女孩子，就给你的小叔子们牵牵红线。海童笑道：奶奶，他们的父母都在，哪用得着我这个当长嫂的给他们牵红线？再说了，还要奶奶呢。奶奶，你们也不用着急的，一陈他们的缘分未到，缘分来了，他们自会结婚生子，都不用大家催他们。我年纪大了，活一天算一天，希望在我百年归西前，他们都能成家立室吧。他决定游走管城，给余下几个孙子物色妻子人选，然后给他们派下任务，让他们去追求他老人家给他们相中的妻子人选。他们谁完成不了任务的，8月底就别回来参加他老人家的生日宴会。奶奶，你会长命百岁的。我也希望我能长命百岁，最好能看到曾孙女出生。提到曾孙女，老太太就盯着那海童的肚子看。海童不好意思的道：奶奶，不用看了，我老朋友今天刚来的。战役那么努力，都还没有给他老人家造一个曾孙女出来。战役陈兄弟几个溜回市里后，战印和海童也没有待几天，在年初6就回了市区，然后趁着还有几天假期，战印天天载着海童到处游玩，他也不再怕被人偶遇到。于是很多人都在不同的景区偶遇到战总，也看到了战总那位神秘的娇妻，是个大美人，还让他们眼熟，只是不知道她的名字。那些人并不敢近前和战印夫妻俩打招呼，都是偷偷的拍照。战印对海童的温柔体贴，宠爱异常，就成了别人手机里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，都不用战印刻意去传播啊，那些人就传开了，然后战少宠妻就出了名。愉快的年假结束了，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也准备要上学了。在大家还没有适应过来时，迎来了情人节。海童一向没有节日感，他想着管城中学快要开学了，他和小军大清早就回到店里搞卫生，还要重新进货，两个人忙得不亦乐乎的，却不知道此刻的战印在管城酒店顶楼的总统套房里，接受几个在管城很有名的娱记记者的采访，是关于他宠妻的采访。他和海童一开始是闪婚、隐婚，没有半点感情基础，又因为他战家大少爷的身份，导致他的爱情故事成了娱记们最想知道的。近来他高调宠妻，各种秀恩爱，娱记记者也偷拍了不少夫妻俩恩爱的相片，很想采访他，主要是想挖一挖夫妻俩的感情史。战印从接管战氏集团开始，也接受过一些采访，不过都是与公司有关的。第一次因为感情问题被采访的。战少，请问战大少奶奶的芳名？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大少奶奶是哪家千金，只觉得她很眼熟。去年海童姐妹俩被标上不孝孙女标签时，海家人上传了一张姐妹俩10几年前的相片，那时候的海童还是个孩子，和现在有点不一样，故而大家是觉得她有点眼熟，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。那些认识海童的人碍于战印没有完全公开他和海童的夫妻关系，个个都守口如瓶，不敢把海童的名字说出来，以至于娱记的记者们都挖不到海童的资料，当然就也挖不到有苏少主的围网罩着呢。天知道吧，大家帮战印守着秘密，守得有多辛苦。沈姑姑现在连自家侄女都不敢见，怕自己一时憋不住。把海童就是战家大少奶奶这件事儿说出来了。战印神色温柔，战少果然深爱着他的美娇妻，只是问及了他太太的芳名，他都一脸的温柔。他们除了最近才偷拍到战少陪着妻子游玩时流露出来的温柔，以往有机会看到战少时，战少都是一脸的冷冰冰，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。爱情的力量真大，
能把一个冷漠如冰的男人改造成温柔深情的人。我老婆不是什么名门千金，不过她是我们战家的大少奶奶，已经是豪门贵妇。她姓海，单明彤，今年刚26岁。其实26岁生日还没有过，说她26岁都把她说老了。记者们一提及战大少奶奶，一向惜字如金的战少都变成话痨了。等等，海彤，战少，你太太叫海彤？提问的那名女记者震惊地向战印求证。战印看向他，眼神是一瞬间变得深沉冰冷，脸上的表情也恢复了冷漠，语言凌厉。我太太叫海彤，有什么不妥啊？一句很普通的话从战印的嘴里说出来，总是透着几分的凌厉，让提问的女记者莫名的缩了缩。不过他们干这一行的，什么样的人都见过，也知道战印虽然总是冷冰冰的，却是个有修养的人，轻易不会骂人赶人。所以那名女记者缩了缩后，就继续说道：战少的太太可以叫做海彤，我就是觉得这名字好耳熟。我想起来了，就是去年10月份闹上热搜的那个不孝孙女海彤，是吧？女记者想起了海彤的身份后，两眼放光，好像海彤身上藏着无限新闻，可以让她挖掘。我太太不是不孝孙女，是她的老家人拾着人血馒头，还要把我太太姐妹俩赶出家门。就他们做事做得太绝。要知道，当年我太太不过是10岁的孩子，她姐姐也才15岁，是个半大的孩子。一大家子分走了那么多的赔偿款就算了，却还要把姐妹俩赶出家门，霸占他们父母留下来的房产。如此绝情，换成你能原谅他们吗？女记者连忙说道：战少，我没有其他意思，事实上我是站在你太太这边的，也不用管网上那些人说什么。他们没有经历过你太太的苦，体会不到那种绝望及愤恨，才会道德绑架。他们只是没想到堂堂战家大少奶奶居然是个无父无母的女人。战少，另一名男性记者问他，你太太被确定是商太太的外甥女了。商太太认回2个外甥女后，还高调的设宴，宴请咱们管城上流社会的人参加宴会，隆重的把2个外甥女介绍给大家认识。我记得那个晚上你太太并没有露面，战少也不在场。战少是不是因为与商总的恶劣关系，所以不愿意到场？商太太办宴会的那个晚上并不拒绝媒体记者到场，故而那场宴会有多隆重，娱记们都记得的。商太太是我老婆的大姨，也就是我战印的大姨，我是很尊重商太太的，并不会因为与商总的恶劣关系就不愿意到场。在商太太认回我老婆之前，我已经出差，还重感冒了。我老婆知道我生病，放心不下，连夜坐飞机过去照顾我，这就是我们夫妻俩缺席的原因。众人想象着海彤连夜坐飞机赶过去照顾战印的情景，战少真幸福。那名男记者就感叹了一句：怪不得战少那样宠着他老婆，还在他们管城都出了名。他要是有个为了他不顾一切的老婆，也会很宠妻的。我也觉得我很幸福啊。战印脸上的冷硬线条又软化，重新换上了温柔的表情，嘴角还忍不住挂上幸福的笑容。他重感冒，海彤连夜坐飞机飞过去照顾他的时候，虽说他天天逼着他喝一大杯的中药，喝到他想吐，不可否认的是，他感受到了海彤对他的爱意，感受了幸福的甜蜜味道。战少，听说你和你太太是闪婚的，是吗？战印老实的承认是闪婚的，领证之前我都没有见过他，不过知道他的存在，因为他是我奶奶的救命恩人。战少娶她是因为老夫人吗？对，是因为我奶奶的原因，我才会和彤彤闪婚的。不过我现在很感激我奶奶，要不是我奶奶的坚持，我可能就错过了彤彤。战少真的让我们想不到呀，像战少这样的男人都会闪婚。他们着实想不到，也怪不得战少领证都好几个月了，都没有完全公开已婚一事，也不让大家去打扰海彤。今天答应接受他们的采访，这是战少决定公开已婚一事吗？几个记者忽然很兴奋了。
由他们代替战少公开了战少已婚一事，那是他们的荣幸呀。战少闪婚之初，可曾想到过有一天会成为宠妻狂魔？战印笑了笑，说道：没想到啊，谁能预知明天的事？我反正没有那个本事，不知道你们可有这个本事。有的话，帮我夫妻俩预知一下，我们第一胎是儿子还是女儿？闻言，几个记者呢惊喜地问：大少奶奶有喜了吗？战印依旧在笑，暂时还没有，但总会有的，我很想要一个可爱的女儿。众人兴奋的心情一下子掉下来，还以为大少奶奶怀孕了呢，原来没有。战少，今天是情人节，你为你太太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也没准备什么，就是一束花，30套珠宝，赠送一栋别墅，1辆新车给她，再有就是今晚陪她吃饭。我这个人不太懂女人的心思，实在不知道该准备什么情人节礼物，只能随大流了。记者们震惊，仅是情人节礼物，战少就给他太太准备了30套珠宝，都不用问价钱，也知道一套珠宝少说几十万，太便宜的衬不出大少奶奶的身份吗？还送一栋别墅，1辆新车。战少，这不是随大流，大家可随不起战少这样的大流呀。女记者羡慕地道：我也有男友，我男友顶多就给我买一束花，可没有战少这么大手笔。大少奶奶真的让人羡慕嫉妒恨呀！闪婚一个陌生男人，就闪婚到了首富战家的大少爷。哇，那是什么命？哎，天生的富贵命呀，能不让他们羡慕嫉妒恨吗？战少为什么送30套珠宝？有什么寓意吗？战印本能的道：没什么寓意，就是想着1个月有30天，送给我家彤彤30套珠宝，让他1个月里能够带着不重样的珠宝，就这样而已。众人豪得无人性啊，羡慕死他们了，连男记者都羡慕嫉妒恨。还好他们跟战少不是一个圈子的，否则有战少衬托着，他们想找个女朋友都难。战少简直是太卷了。战少，你太太是商太太的外甥女，你却和商总不对付，以后会不会为了你太太与商氏缓和关系？还有商家千金当初可是向你公开表白过，也追求过你，如今她和你太太成了表姐妹，你们如何面对的？战印淡淡的道：私底下我们2家是亲戚，生意场上啊，他不会让我也不会让他，大家各凭本事吧。承蒙商小姐对我的厚爱，但我只爱我家彤彤，这辈子都只有彤彤一人，我们夫妻俩说好的了，他不离我也不弃，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我又没做亏心事，有什么不敢面对商小姐的呀？记者再问，据我们所知，战少至今还不曾去商家拜访过，商太太带着一家人出门旅游过年，至今未归，我去拜访他们家那栋别墅吗？记者哑口无言。虽然战印说的云淡风轻，记者们还是很想知道，当商家人知道战印是海童的丈夫时，会是什么反应？据说商小姐和海童关系很好，在2个人还不知道对方是自己的表姐妹时，那2个人就一见如故，成了好友的。商小姐深爱战少是整个管城的人都知道的，对战少爱而不得的商小姐，现在都还没有放下那份感情吧？她回来后若知道自己的表妹夫就是她深爱的男人，她会是什么反应呢？商家与战家虽不对付，不可否认的是，放眼整个管城，能与战印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只有商小飞，但战印放着出身豪门，与他门当户对的商小飞不要，却闪婚了毫无家世背景，还打小失去双亲，与姐姐相依为命的海童。商小姐会不会愤怒至极？会不会觉得好打脸？人都是这样的，输给比自己强的人容易心服口服，但是输给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人，就会心不服口不服，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输给对方。现在他们都知道战印闪婚是代替他奶奶报恩，可在闪婚之后，通过相处，夫妻俩却培养出了感情。战少，你和你太太平时是怎样相处的呀？其他夫妻是怎么相处的？我们就是怎么相处的呀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。战少和大少奶奶平时也会去菜市场买菜吗？
去啊，我们也是人呐，也要吃五谷杂粮，自然也要买菜做饭。记者们以后他们经常去菜市场逛逛，说不定能偶遇去买菜的战少呢。在大家的印象中，战印是高高在上的，是首富家的大少爷，是战氏集团的主宰者。他的时间紧张，分分钟都是能赚大钱的人，怕是连吃饭都需要人给他准备好。没想到在生活里，战少也和普通人一样，也会去菜市场买菜。不，改变战少的人是海童。那平时是谁在做饭啊？大少奶奶吗？谁有空谁做，我要是做饭，彤彤就会收拾一下屋子，搞搞卫生，我们夫妻俩是平等的。战少也会下厨。战印反问，很奇怪吗？我们家兄弟几个全都会烧菜做饭。哇，我家老六的厨艺比管成酒店的大厨还要厉害呢。女记者们再一次羡慕的道，大少奶奶真的很幸福呀。我觉得我更幸福，我家彤彤对我是极好的，她烧的菜也很好吃，每次她做饭时都会烧我喜欢吃的家常菜。大家觉得再问下去，他们都会羡慕死的。这对小夫妻虽说此刻不同框，但仅是听着战少说，看着战少的表情，就知道战少的婚姻生活很幸福。那又问了许多生活细节后，记者们就决定结束这次采访。对了，你们以后别去打扰我太太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我，我会腾出时间接受你们的采访的。我太太喜欢安静，也喜欢过平淡的日子。众人连忙保证地道，未经战少允许，我们不会去打扰大少奶奶的，那顶多就是去偷拍一下，哎，不敢光明正大的围堵海童的。战印换来保镖团送记者们出去，等记者们走后呢，战印打电话给好友，苏南接了电话就说他战印，你是不是还没有从年假里走出来？开工了，你既然不回公司，公司是你的还是我的呀？那一开工，苏南就忙得团团转。以往呢，有战印在，苏南还能很轻松。可是战印不回公司，什么事儿都要他苏南做主，苏南就忍不住抱怨了。明明是战家的公司，却要他苏南做牛做马。今天是情人节呢，他还想在傍晚早点下班，那给沈小军送一束花，然后请沈小军去吃饭。他已经打电话给花店订好了花束的。苏南，我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。什么采访？战印没有告诉他，他最近为了追妻，答应了沈小军，尽量不动用他苏氏家族的力量，就当个普通人，不要老是去打探别人的隐私，净吃瓜。不曾想，竟然不知道战印接受记者的采访。赵秘书那里也没有给战印安排这样的行程呀。这是战印自作主张私自安排的吧？关于我婚姻的采访哈。苏南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，你这是打算坦诚了？纸包不住火，自己说出来好过被火烧穿。我和彤彤的感情目前也稳定了，今天又是你侬我侬的情人节，借着这个特别的日子，我向彤彤坦诚身份，他可能不会那么生气吧。叶君博给他的提议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用，要是没用，找叶君博算账去吧。叶君博，我只提建议，后果你得自己负责。捅穿了身份，他本就该做好心理准备，迎接来自他爱妻的暴风雨。苏南，我马上把工作丢给一晨，给小军送束花过去，这个好戏可不能错过。战印一脸黑线。苏南，我是想你给我一点鼓励及支持的，我心里没有底呀，不知道彤彤知道后会是什么反应。我支持你，全力支持你，精神上支持你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永远都支持你。战印，我一直都是你最忠实的追随者。战印，加油！天塌下来，你个子高也能撑一会儿，没事的，大不了被压个粉身碎骨吧。但你再隐瞒下去，万一哪一天被你太太无意中知道了真相，她肯定会更加的生气，说不定会一脚踹了你，与你离婚呢。所以自己迎接暴风雨，好过暴风雨突然袭击，打你个措手不及啊。
要是总裁夫人生气不理你了，咱哥们俩也有伴。哈哈，我也不用天天看着你们俩秀恩爱，被你们喂狗粮，可以一起追妻。战印，我觉得我不该打这一通电话的，你简直就是在幸灾乐祸。搬好凳子，买好瓜子，准备一边嗑瓜子一边看好戏。知我者战印也。苏南大方地承认，他就是要看好戏。战印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既然走出了一这步，总裁夫人是什么反应，你都要面对的。对了，今天可是情人节，我知道你是没有节日感的人，也没有浪漫细胞，好心提醒你一下，给嫂夫人买束花。战印说道，我给彤彤准备了9999朵鲜花，一会儿就送到她的店里去，还准备了30套珠宝，每一套的款式都不同样的，也给她准备了一栋别墅，一辆新车。苏南，你说这点礼物够了吗？我还需要准备些其他吗？哦，我应该再给她买30只名包，让她1个月都可以背不同样的，买几十套衣服，还有护肤品、化妆品。哎呀，你不提醒我，我都不知道我竟然少买了那么多东西。苏南，你个卷王，滚！直接就挂了电话。他只给沈小军订了一束花。哇，战印居然准备了那么多情人节礼物，把他卷死了。苏南只要一想到海彤收到的是9999朵的钱花，还有那么多珠宝、别墅、新车、名包等等，而小军只收到他送的一束花，就直骂战印，这是情人节而已，又不是彩礼，需要送那么多东西吗？到时候七夕也是情人节呢，战印是否又要准备这么多七夕礼物？苏南后知后觉地发现，为什么他至今还是单身。战印却迅速地成为婚姻里头幸福的男人了，因为战印够倔。被好友挂了电话的战印也不生气，他是觉得自己准备的礼物还不够，毕竟今天是他向海彤坦白的日子。彤彤不知道是什么反应，所以他得多准备点礼物，或许彤彤在收到那么多礼物的时候能够少生气吧。战印在心里祈祷着，人却不闲着，当即离开了酒店，带着一班保镖团花钱去了。毫不知情的海彤刚搞好店里的卫生，过年太闲了，现在一忙起来，累得他腰都有点酸了。总算搞好了卫生，还有几天时间，学生就开学了。小军，你问到了吗？我需要准备哪些学习资料？赶紧让书商送过来，免得耽误了呀。书商送货也不是马上就能送过来的，总要等上1-2天吧。所以呢，他们要抢在学生开学之前，把学生们在新学期里需要用到的所有学习资料运回来。前提是得知道每个年级的学生需要什么样的学习资料，才能让书商送货呢。沈小军把拖把放回原处，说道，我昨晚就问清楚了，也列好了清单，还在我包里，你拿出来过过目，再打电话给书商，让他们这几天抓紧时间送过来。一般开学前1-2天或者开学当天，学生们就需要购买老师指定或者建议买的学习资料，这个时候也是他们书店最忙的时候。海彤已经跟姐姐和梁姨说好了，在开学当天让2个人来店里帮忙。海玲的早餐店已经联系上了装修师傅，谈好了价钱，准备在元宵节过后就动工。那学生开学在元宵节之前呢，海玲倒是可以过来帮妹妹几天。我看看。海彤走回到收银台前坐下，从小军的包里找到了小军列好的清单。然后呢，他打开了电脑，准备把这些书籍录入电脑里。那沈小军也走了过来，他拖来一张凳子，在海彤的身边坐下，就看着海彤打开电脑。电脑打开后，海彤习惯性的先打开酷狗音乐，他喜欢在这里听听歌，然后选择了那首《太想念》。又是这首歌，你很喜欢听这首歌呢？有一次坐战印的车，当时他车上放的就是这首歌，我觉得挺好听的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怎么不见战先生有所表示的呀？沈小军忽然问着。海彤不解地问，他今天要有什么表示啊？哎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
那沈小军笑道：“你看看日历，就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。2月14呀，有什么特别吗？”海童问道。反应过来后，他笑：“情人节呀，我没有节日感。我们夫妻俩过得好了，每天都是情人节啊，感情不好，就算是情人节也没用呀。就知道你没有节日感的。你家战先生估计也是个没有节日感的人吧？现在都还没有点表示。”苏总有表示了。沈小军一噎，也没有呢。随即他又说到，两个人估计是一样的性格，都不知道在情人节送束花表示，随大流呀。海童笑笑，他打开了网页，这是他工作之前的习惯，先听歌，然后打开浏览器刷刷新闻热搜，看完了新闻热搜，他才会正式工作呀。他一打开网页，右下角就弹出了一则推送来的新闻。海童也就是扫了一眼，见是娱乐类的推送新闻，他不感兴趣，正想关掉推送的八卦新。彤彤，别关，你看清楚点啊，那是战少的八卦新闻，快！点开来看看，战少很久没有传出八卦新闻了。好热闹的沈小军，虽然觉得自己也没有机会见到战少本人，但他依旧热衷于战少的八卦，更想知道那位被战少捧在手心里的大少奶奶到底是何方神圣。